高松的清晨，我们在东恒恩享用日式早餐。我们计划前往小豆岛，停留3个精选景点：天使之路、橄榄公园与韩峡溪，来场深入体验之旅。从高松站步行约10分钟即可抵达高松港。我们搭乘8点的渡轮前往小豆岛的土庄港。这天的天使之路退潮时间是8点24分。我们计算好时间，确保能见证这片神秘的沙洲小径。渡轮航行约60分钟，途中欣赏宁静的濑户内海风光。而且我们搭上前往小豆岛的渡轮，是一艘宝可梦主题船。船内满是可爱的宝可梦装饰 ，Fred 兴奋地四处探索。从甲板上远望，濑户内海的宁静之美映入眼帘，让人心旷神怡。抵达土庄港转运站，我们先买了一些当地特产，橄榄口味洋芋片与酱油鲜贝。这里的酱油酿造历史超过400年，手工木桶熟成的酱油风味浓郁，让这些零食别具风味。没想到后来吃完才后悔买太少，非常好吃，建议有看到的可以试试。我们购买了小豆岛橄榄巴士1日券，搭乘巴士前往天使之路。沿途海景壮丽，天气晴朗，让这段路程格外惬意。小豆岛最知名的景点天使之路，一天仅在退潮时出现2次，仿佛摩西分海般神奇。退潮时，海面上浮现了一条神秘的沙洲步道，这就是天使之路。相传与爱人手牵手走过这条步道，便能获得幸福。我们来回走了几趟，甚至静静地欣赏从退潮到涨潮的变化。Fred 调皮地在最后一刻跑回变天岛，结果涨潮后只能拖鞋涉水回来，成为这趟旅程的趣事之一。退潮到涨潮的变化很快速，一不注意可能就会被困在变天岛。在这带大家看一下退涨潮前后的对比，大自然是不是很神奇呢？天使之路旁的小山丘约树之丘，也是电影《第8日的蝉》的拍摄地。我们登上展望台，俯瞰这片美景。恋人圣地的钟声回荡耳边，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。离开天使之路后，我们来到小豆岛拉面天使之路店。这里的酱油拉面使用当地酱油与濑户内海鱼干熬制，汤头鲜美无比。搭配窗外的天使之路美景，让这餐饭变得更加难忘。接着搭巴士前往橄榄公园。橄榄公园拥有2000棵橄榄树，超过100年历史，是日本橄榄栽培的发源地。还有一座纯白的希腊风车，是电影《魔女宅急便》的取景地。天气好热，公园内的橄榄纪念馆主馆里，很多人在排队买冰淇淋。这里的橄榄冰淇淋口感特别，值得一试。
我们借了馆内的飞行扫把，模仿电影《魔女宅急便》的经典场景，在风车前跳跃拍照，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小魔女琪琪。不过不是那么容易，试了好几次才成功。从橄榄公园搭巴士前往韩霞溪，车程约17分钟。韩霞溪是日本3大溪谷之一，搭乘缆车缓缓上升，濑户内海、连绵山脉与峡谷美景尽收眼底。到了山顶，眼前的风景更是震撼人心。要注意，韩霞溪巴士不是每天都开，有季节性，而且有些季节也是假日才会开，可能在去之前要查一下网站。下山时，我们选择了前12景的步道。起初的四望顶跟鹰曲展望台风景很不错，展现出壮丽的自然风光。站在高处，微风拂面，眼前的景色好美，我们在这停留很久欣赏。而后面的步道状况不佳，可能因为落石的影响或长期未经整理，部分景点被茂密的树木遮蔽，无法一窥其全貌。由于担心搭不上最后一班巴士，所以走得很匆忙。建议时间有限的游人可以选择搭乘缆车会比较轻松，但建议在下山前欣赏完四望顶跟鹰曲展望台景点。最后从韩霞溪搭巴士前往池田港，准备搭渡轮回高松港，车程约30分钟。从小豆岛回高松，我们改从池田港搭渡轮回高松港，航程约1小时。感谢这一天的好天气，我们在回程渡轮上欣赏到了美丽的晚霞，濑户内海染上橘红色，成为这趟旅程最完美的结尾。回到高松后，我们在车站附近随意找了一家乌龙面店，没想到竟是香川县排名第4的名店。香川是乌龙面之乡，这碗弹牙滑顺的乌龙面，为我们今天的小豆岛之旅画下完美的句点。期待下次旅程再见。